个羊是，就他们就很放羊，不能再带鞋了。那都好多年，20年了啊。Hello everyone， I'm 金，我是魏魏。今天我们一块探索哈尔城中村滨市的哈尔滨市的城中村 ，Let's go。我比较愿意逛这种城市边缘的小村子，城中村。就当年还没有动迁，都是原始的房子，然后周边的环境都是比较破烂。现在这一片还有很多居民原始居民在居住在这儿，一直都没有搬走。很多人认识中国是通过摩天大楼和繁华的商业街，但真实的中国并不只有光鲜亮丽的一面。今天我和微微来到哈尔滨的一处老城区，这里的房屋已经有些年头，狭窄的街道记录了许多普通人的生活。这里没有游客，也没有网红打卡点，但这里依然有着生活、工作、养育孩子。每一扇窗户背后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可以拍几个固定的角度。自己家搭的鸡棚，这些都是属于是自己家私自在外面搭了个小棚子，属于违建。看家家都出来占了很大一块地方堆自己的杂物，这一片几乎是没有人来管。大扑克呢，自己家搭的小棚子，包括房子前面这个地都是自己占的，私自占的。这是这一小块柿子，柿子。这是在我们这儿比较常见的一种蔬菜和水果，可以做柿子炒鸡蛋、牛腩柿子，然后还可以生吃，当水果生吃，比较常见的一种蔬菜和水果，几乎农村的家里家家都会种的。这一小片地里种的是大葱、柿子，还有豆角。看看这儿，我轰一下苍蝇，看你能看见吗？这是苍蝇，一般在环境卫生不达标的时候，就环境比较恶劣的时候才会有的一种小生物。苍蝇，这附近都是苍蝇，附近很多苍蝇，包括它这块儿现在的厕所还是那种旱厕，最原始的那种旱厕。
车，啊，那种工作的车。看看这豆角嘛，这边是他们居住的房子，然后这边就有火车道。这里面是他们自己圈的一块地，这是豆角，也是咱们东北，中国东北比较常见的蔬菜，现在还没有长出来，只是这个秧子刚长出来。这面是倭瓜，那面是生菜，有2朵生菜。生菜一般可以做沙拉，或者是用它的菜叶来卷肉吃，烤肉。你又馋肉了是吧？看那个大葱，这边能看到吗？那个大葱上面已经结花，有点远。我们从这出去。小心！哎，这会卫生真的太糟糕了。随地大小便，那面太脏。你问你有快递快递吗？这块能看到大葱，这边有大葱，有几朵大葱，还有小葱，看看吧。这个就是小葱，那边那个就是大葱。中间是柿子秧，现在看不到柿子。柿子刚才在那边有看到，它这块有2棵，种的比较早，香的柿子还没长成呢。这边这个道就是挺糟糕的，应该多少年不修一次。财神门前这块都是自己家圈的小园子，自己种菜。小心啊，别滑倒了。这能靠近录一下吗？小菜园，这是自己家的小菜园。生菜，啊，这个是什么菜？不太认识。中间有生菜，这是豆角秧，豆角秧可以长，一直长到这儿吧，然后接那个豆角，就比较长的那种豆角。不愧是农村出来的哈，知道的就是多。那个是茄子秧，茄子秧，那面是豆角，辣椒，那个是辣椒。茄子秧有点泛紫。再过几天可以领大家再来看一下，看长出来的是什么样的。这几样其实就是东北，哎呀，好多苍蝇，苍蝇都落在我头上了，都要钻进耳朵了。就是辣椒啊、茄子呀、豆角啊，都是在咱们中国的东北省3个省比较常见的蔬菜。你镜头的表现力真好，你可以是一个主持人，
你别忽悠我，跟那天你说我照的好漂亮那天，结果我一看老丑了。没有没有，真的你真的太棒了，又挖掘到一个你的潜能。我可以当网红是不是？可以可以，我们接着走。接着走，接着走，就是走这个路，千万要一步一步要走稳，要不这种路很容易滑倒，摔个大泥堆儿。其实我小的时候就是走这个路长大的，在农村，在东北的农村，那个时候那个道比这个要恶劣一些。那上学天天上学啊，放学啊，只要是下雨，就很难走，就比这个还要难走，就几乎这个脚要走进去陷进泥里，你想拔出来的时候，那鞋还留在泥里，脚出来了，鞋还在泥里。我虽然小的时候生活在城市里，但是偶尔下大雨的时候也会赶上那种，也有过这种窘迫是吧？也有。它这边就是玉米，这边是玉米，几乎能长到2米高。这个玉米，这个开黄花的是倭瓜，应该叫倭瓜，应该是倭瓜，这个我不太确定。小黄花，来火车了吧？对，这一块就是他们用这个车是应该是运送一些东西。其实就是住在这块的居民，天天也挺吵的。白天还好，只要是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声音应该是睡不好觉的。对，挺吵。在它这块那个前面应该是个旱厕，就是最原始的那种厕所。就我小的时候，在农村呢住的时候，在屯子住的时候都是这种。这个分男女厕所。现在这种厕所都看不见了啊，这是男厕所。男厕所是在右边。少见了。这个里面应该不是很干净，就不带大家看了。对，这里面的。现在站在门口已经闻到一股比较刺鼻的味道了，快跑！这块地就是没种，也许种的是土豆，有可能是土豆秧。这块比较难走啊，看好下脚点，要不然就容易摔进泥坑了。它滑，再慢慢的走。这好像没有道理。哎呀，好滑！哎呦，这块好像不行。我趟过来了，回家刷鞋吧。走这条路真的让我想到了我小的时候在农村那时候。这块应该是土豆，土豆就是它接在那个土里。在东北有一道非常有名的东北菜，土豆炖茄子。不应该是地三鲜吗？也是，它地三鲜也是很出名的。土豆炖茄子是更常见吧，在屯子来说更常见，因为地三鲜你要过油，需要很多的油，但是土豆炖茄子是家家都比较常吃的菜。小时候你家条件不挺好的吗？过一下油，过不起吗？土豆炖茄子，你家庭好，你可以往里放点猪肉。土豆炖茄子还是很常见的菜。看这个是大葱，大葱上面开的花。
但是以前那个地三鲜在屯子真的很少做，家里很少做，一般都是饭店里做。地三鲜是在东北饭店里常做的菜，但是家里几乎是很少做。哎，这面那个道是石头铺的，就比较好走，不像刚才有那个大泥巴子。对，他这个都也许是这块的居民人家自己自发的铺的路。看这面的火车道，从这能拍得到。火车道从这能看到。跟欠儿灯似的。哎，这么走好像还很远啊。嗯。这种路对于他们这块儿，这个原始的那个住民这一片居民来说，这一块路就算比较好。哎，你看，人这个园子就收拾比较好，人里面还铺着那个小砖道，就是进园子里去，浇水呀、施肥呀，然后就可以走这个小砖道。嗯，其实下雨的时候也不会把脚弄脏。嗯，一看就是比较干净的人家，比较爱生活的，比较干净。这块还搭个小棚子，是不是给自己搭的纳凉的地方？看一看，给自己搭了个小棚子，人家小棚子里面应该是放了自己的一些东西。这边过人，这边。戴着帽子下来有点晒。他说今天下午2点有雨，你看这大晴天，没准一会儿说下就下。这要是下完雨，这股道都没法走。就刚才咱俩走过那个路，你下完雨更没法走。他这门上写的什么东西？注意亲吻。注意，别把农药喷上。什么意思？他这意思是怕别人偷他家的菜。就现在，我走在这条路上，就能闻到臭烘烘的味道。不知道这个味道从哪儿来，但是就感觉好像周边有一些那个脏的东西。应该是肥料的臭吧？化粪池吗？这是不是他们沤肥的地方啊？闻到的味道有可能是这儿，他们种菜呀，沤了一些肥，有可能是。但这应该就是沤肥的地方。他们这个种园子需要一些肥料，然后那个用这一块是沤了一些肥，但是这个肥料都是怎么来的我不太清楚。有很多就是那旱厕里的那个掏出来那个粪放在这儿去沤肥。以前我们那个小的时候，我记着我奶奶种园子，就是从我家那个旱厕里，然后掏出来一些肥料，然后直接就浇在那个地里，
然后那个地的蔬菜水果都长得特别好。那时候吃的也很健康，听起来好像挺恶心的事儿，但是那时候确实还是挺健康。现在大家几乎用的全是工业化肥，对，工业化肥。那些化肥其实上在这个蔬菜上，是对人的身体非常有害处的。但小时候吃的那些菜，还是挺健康。你用粪便做那个肥料，现在听上去好像就没法吃了。对，我小的时候有一次看到我奶奶把那个肥料上在蔬菜上，然后就从那以后就没有那个上园子摘个黄瓜呀、洗个黄瓜、吃个黄瓜、吃个柿子那种欲望了，就觉得好恶心。但是现在知道那个是最健康的。看火车头，这有个火车头啊，看见了火车头，这是一个废弃的火车头，停在了一个车站场里。嗯。好像又来火车了。这个声音噪点还是很大。住在这附近的居民有多吵？一晚上得醒好几次。白天想午睡一下都不行。但是如果经常住在这儿的人，可能对这个声音就没有这么敏感。嗯，看这是附近的人弄的，捡的一些小树杈，然后捆成一捆放在这儿，等完全干了之后拿过去，然后平时是烧那个火炕，东北的那个最原始那个火炕，或者是烧它那个灶，做饭的灶，这样就不用买那个柴火了，他自己这些都是捡的，在这附近捡的小树枝。但是现在不能烧，因为它现在的水分比较足，必须要晾干了，完全干了，要不然生火的时候它容易冒烟。你懂得可真多呀！小的时候从农村长大的孩子都懂生活常识。现在城市里已经用不到这些东西了，这是主要是生活在城中村低收入人群一种生活方式。但是一撅，像这面就湿，能看出来撅的撅不动的，这种烧的话就是会冒烟，满屋全是烟，到时候那个火还起不来，饭做不好，做完饭和菜一股糊巴味儿。这种，那这是它不能很好的下来，要是干的这面，看一撅就下来了，这种就是晾干了。很明显这面湿的，这面干。现在人家好不容易晾着，你别给人撅了。小心啊，这个又是大泥巴地了。看它这个架子和咱家店里的那个架子，恰当是那回事。这里有个门是打开的状态，应该有人在里面伺候小园子吧？啊，真是应该是在伺候园子呢。看见那肥料了吗？那个他们种菜用那个原始的肥料，看见了吗？那堆就是肥料，从那个旱厕里、粪坑里弄出来的。但是很多肥它是那个
养牛的那个牛粪。但他们这块有旱厕，肯定也是人类的粪便。上肥呢，施肥呢，放秧呢。这是啥秧？你绑的这是什么秧啊？这是黄瓜秧。黄瓜秧啊！刚才我认错了，我以为是那个倭瓜呢。黄瓜秧。那个肥是这块旱厕的掏出来的肥，还是你们自己买的那牛粪啥的肥呀？不知道，别人整的，我不知道啊。整啥的？绑秧也是手艺活啊。录个小视频，那阿姨问你干啥呢？记录生活。记录生活。记录生活好。这个秧还不够大呢，过2天还得换，是不是啊？那这大是长，这不好。那长大。这都有点发黄了，是不是缺水呀？这给喷药了。喷药了。啊，喷药就发黄啊？他就打了灭草剂了，都挂进来的。那还能长好吗？还是药喷多了，药死了？就是药死了，就是有人也是药死了，就是不好长得不好啊？不好。瞅着好像有点像生病了似的。对，像那是像，那个像。那边瞅着那些可挺好，那个挺好，长得还大。对，这边就发黄，叶子发黄。这都是一块种的，一块种的那这样。一块种的那边就比较健康，这边生病了。对，那边生病了。今年秧子长得矮，我记得每年这时候长得可高了。今年缺水。嘿，这个外地的说话口音有点清晰，不是本地的。对，不是本地人。在中国太大了，不同的地方说的话，都听不懂。地方语言。有不同地方的方言。看看这条火车道，通往了以前一个废弃的一个厂区。你再录，我给你讲一个好玩的。行。这个附近的居民在小的时候啊，有很多小孩在这附近，因为他经常会过火车嘛，然后就会把喝完酒的那个酒瓶盖，然后就放在这儿，等着火车路过。路过之后，然后那个瓶盖就变成一个小铁片，然后就拿着扇，就是那个做游戏，谁输谁赢的那种。一般是他们这块比较欢乐的时光了。你说的是铁片子？铁片子。那说片子他也不懂啊。铁片子，扇片子。这个游戏应该是所有的靠近火车道的孩子们都会玩的一种游戏，对吧？那时候像我们家附近就没有这种火车道，但是知道那个这些孩子都会用这个方式来制作铁片子，我们还是挺羡慕的。走，你这么做过吗？没有，我们家离火车道也挺远，不是经常有机会去。这就是一个自己家搭的一个旱厕，就不想和大家共用一个旱厕，自己家的旱厕。通常来说，自己家的一个旱厕会比较干净一些。
这是旱厕的门儿。厕所，自己家的厕所。老说旱厕，意思大家好太懂。我听到那个厂区里面有好多狗在叫，应该是用狗来看家呗。一会儿不会咬了怎么办？看见了吗？马蜂吗？得有这么大个，围着我飞，好吓人。你招风？招蜂引蝶。招蜂引蝶在中国是一个不太好的词儿。对，大家可以去查一查是什么意思。哎，你看到这个了吗？这是南瓜籽儿吧？嗯，就是一种那个蔬菜，东北的一种蔬菜，一般或者是倭瓜、南瓜都有可能。然后长在一个椭圆形的一个里边，然后大家把这个籽儿掏出来放在这儿晾，晾干了之后要干嘛？吃炒瓜子儿，就用那个火给它炒出来。我都怕它倒了。这开的还挺稳。关键地很陡。炒瓜子儿，不知道别的国家吃不吃炒瓜子儿？但是像在中国，这个也是挺常见的，几乎每条街的街角都会有一个摊位，现炒的瓜子。哎，你刚才说这个我还真之前没注意到，但是你说的是对的，有好多国家其实是不吃瓜子儿的，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个东西太油了。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向日葵它本身就是一个重金属吸纳比较多的一个植物吧，所以说他们出于安全的考虑，也不吃瓜子儿。嗯，其实咱中国在吃食上真的不太注意。也不是不注意，你像那个牛羊鸡那些下水什么，其实很多国家都不吃，因为咱们这边人多，如果以前资源匮乏的时候，人为了填饱肚子，很多东西都是不得已而都在吃，然后通过非常复杂的这种烹饪技术，把一些难以下咽的食品做得很美味。对，这是中国人比较牛的一个地方。咱俩是往这边走吗？这边很多房子都废弃了，你后面那个房子，它自己写的66，应该是66号。像这个就废弃了，就不再用了。这边也是自己家盖的2层小楼，也废弃了。就是因为附近的人都搬到那个市中心去了，就是这个是城市的边缘了，是比较被大家所遗忘的一个角落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因为生活条件不允许，还没有搬家，还是住在这儿，一直住在这儿。他们可能在等着那个动迁，就是这个房子等动迁就会政府给一笔很多的钱。对，所以说他都没有搬走。像这样的房子，你看马上就倒了嘛。这面的，他并没有修，没有花钱去修理，只是简单的用这个木头啊固定一下，就是保证这个房子的存在。因为你那个动迁的时候，这个政府给你的钱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房子，有房子和没房子，他那个给的那个补偿是不一样的。那个当初这一片人肯定都是觉得，哎，政府那时候一直想动迁，但是一直都没动，大家都一直在盼望中，但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动。这个房子都已经裂缝了，你看到了吗？这个房子，这个已经往这边偏了，那个缝子挺大的。这个房子就是这边。
啊，这面这些房子至少得有个60-70年了吧，这个样子。可能有吧，反正我小的时候大多数也都是这个样子的房子。对呀、你都说你小的时候了，你想这个房子，而且它不是说在你小时候建的，而是说你小的时候它就存在了这样的房子。就在我们那啥，双城下面那个屯子，现在很少有这种老式的这种小房子，都翻新。它之所以没翻新，其实就是还是等政府动迁呢。它现在翻新花不少钱。拆的时候，它也不是按你装修程度，是按你面积。对。哎，这一棵树是被圈到了这里面。这种有点像广州那种感觉，广州就经常就是在某一家门前就会有小院里就有棵树。我感觉以前应该是路很宽的，后来每一家都扩建，扩就把马路上的树扩到了自己家的院儿里。对对对，是的。而且在中国，像这种树你不能随便砍伐，就是它需要很多手续的，你才可以砍伐。包括一棵小树苗，你都不允许动的。砍完了有一堆人过来罚你。有很多部门就发现了之后就会来找你。其实我总感觉有树从前面好像左转能出去。左转那块有一家养很多条狗，你还记得吗？不记得了。咱们之前走过，骑自行车从这走，从这左转，好多只小狗。我就喜欢走这种破破烂烂的地方，喜欢探索新的地图。这一片几乎是没有人来的，除了这个原住民哈，一般没有人往这个地方来，都会敬而远之，因为它的环境太糟糕了。但这一片还好，比咱们刚才走过的那个位置强多了。那这块至少有一个集中的垃圾箱，这附近的居民的垃圾都可以扔在这儿。这面墙感觉也是摇摇欲坠啊。马上要到。这个院儿还算是比较干净的。挺干净的这个。他们这附近的人都从哪弄的这么多板子呢？刚才走过的那个位置也是那一片全是，就是收集的呗。这是拆的柜啊什么的那些板，有什么用啊？烧火？也可能烧火，也可能在打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作为一个原材料。从这能不能走回咱们停车的位置？应该不能。哎，有一只小狗，你看。小白狗。悠闲的。到处串门。各家串门。其实这块养只狗，我觉得这小狗很幸福，因为邻居之间还保持着那种最原始的那种
很亲切的关系。你这个小狗上这一家串门，上那一家串门，邻居都不烦，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那屯子似的。现在小狗生活在城市里，基本上都被主人圈在家里，就只有下班了之后才能溜一会儿。跟生活在这种老房子、老街区的小狗来比，还是这门小狗会更幸福一些啊。对，你看它整天就是溜溜达达，还不怕那个被车撞着。对，这还有一只小狗，你看这养了好多。哇，可不是一只，好多。就它们就很幸福。对呀，你看它们。然后互相，也许这3只小狗都不是一家的，就是这个是那一家，那个是那家，然后串门互相到一起，然后晚上回家睡觉去。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人家真的活得可潇洒了，这小狗。哇，这里面是有个葫芦，我们去看一下。录一下吧。从你进这个胡同，那小狗一直在叫是吧？还挺看家。然后咱俩这不站着吗？它颠颠颠跑过来看热闹，瞅一瞅，看咱俩干啥。这是你看这家这你家搭的这吊块板，就有可能是养小动物的。专门让小动物从这里进，叫狗门。狗洞。狗洞。养狗啊或者猫，从这走，应该是给小狗留的。猫一般太高啥的都能回。看你这个秧子，你看人这个叶子长得多大。哎，这个后面全是刺儿，小刺刺。这是葫芦吗？不是，瞅着眼熟，但是没认出来。就是倭瓜一类的吧。然后这个什么羊呢？真没认出来。这是豆角羊。这个垃圾堆，你看，这是生活垃圾堆，那个不堆。看人家养了个仙人掌。你看这家仙人掌。这个是什么羊啊？这大叶？冬瓜吧。冬瓜，应该是。长得叶真大。冬瓜，那个是应该是冬瓜。这是买的，万都特好。最买的就没人收拾。有人收拾，有时候人家没下到，就他们。农村带到背地那个土道上，对吧？环境不好。这块还行的，比后趟比后趟的卫生都是一下雨都走不过去，我感觉。这一块就算是比较宽敞，比较好。这门啥呀？动不了。人是都看着动物。对。应该是一直有效，就一直都没动。对，20年的是动，现在也没动，动不了。下雨那房子门满了。对。
它不像那那些。一般老百姓动不起，一般的，可以贷款，可以贷款。对，那些年你说动那的，年给贷款，现在贷款。现在这房子都卖不动了，也不能再贷钱。停电了，现在。我往闪。啊，这块也挺好，自己种蔬菜多好，种点蔬菜。环境不好。还行，这比那趟好多了，这一趟收拾也挺干净的了。哎，这小白狗，你看溜达又溜达到这儿来了。看小白狗回家了，回家报信儿去了。有两个陌生人来了，进村儿了。然后他这各家小狗在通知，有2个陌生人进村了，大家注意。啊，家家都养，家家都养。啊，这是辣椒芽，长出辣椒没？没长。过来看，哎，这有个小辣椒，看到了吗？看，辣椒。小辣椒。这个花之后都是那个辣椒，辣椒秧。这种几颗就够自己吃的了。你看那颗那个辣椒长出来，竖着长的，好玩吗？往上长出来，它应该是品种不一样，我觉得辣椒品种不一样。这有个垃圾站和厕所，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个应该是这个厕所前些天应该是着火了，我觉得。厕所也能着火吗？对呀、哎，可以，要不要带进去看一下那个旱厕到底是什么样的？是旱厕？哎呀，那个环境太次了，旱厕会让观众引发不适，不要拍。这个豆角谁会老愿意看豆角和蔬菜呢？不是豆角，那个辣椒，一排辣椒。这边应该是着火了。这家算是自己收拾的比较干净了，门前还涂着东西，门前涂着这样的话屋里灰尘就会小很多。这一棵大树上面有好多小鸟，叽叽喳喳。开会呢，叽叽喳喳。一个个发言。看见垃圾多。这块还停放了一台房车。我的愿望就是开着自己的房车，然后出去旅游。等你粉丝达到了一定的规模，然后你的视频让大家都喜欢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梦想就落实，我就可以实现了，是吧？对。我现在就是我的梦想，先定个小目标吧，就是先出哈尔滨拍摄吧，至少有这个资金的支持，能出哈尔滨，边工作边玩。对，借着这个由头就可以出去玩了，是吧？嗯。要说全世界这个好像实现有点难，先让我在中国先带着这个资金边旅游边工作，
是最好的。各位网友，多谢支持，我的愿望就靠大家来实现了。这干啥的？啊，你们在干啥的？录着生活的片段记录，记录生活。我记得生活。嗯，我现在路动迁了，刚盼动迁。啊，都盼着冬天。盼着冬迁呢是吧？啊，那边刚才还有人问呢，还说这冬迁20多年了也没动。那可不20多年了没动。我要是生下来就说动迁。啊，这都上大学了，还没动迁。孙子刚出生时候就说动迁，现在上大学了还没动迁呢。那都好多年，20年了啊。 20年23， 20多年，上大学了嘛，是吧？上大学了大2了，大3了，都是23年。大3了。您家在这儿住啊？啊中天小园子这是。啊，是的，是的。多好，这小园子。嗯。哎，看这是什么毛豆吗？这是？咋了？这个啊？不是，这是什么？这个是萝卜花。萝卜花啊！蝴蝶都来了，你看，蝴蝶都引来了。萝卜花。嗯。那个大萝卜啊，发芽子啊，种那个大萝卜，然后开就是养那个花能开这么大呀？啊，上面能长这么高啊！我头一次看到。我看，这不是萝卜吗？大青萝卜。萝卜。这是红萝卜。嗯，那是青萝卜。这特意就是养花看呗，要不然不能让它长这么高的秧，是不是？是弄籽儿的，看这个籽儿就种大萝卜。啊，留籽儿的。啊，就是它。我头一次见。萝卜原来能开这么大的花，我知道了。嗯，那底下就能看见那萝卜，咱吃的那个萝卜，大萝卜，原来能长这么高的芽。我们走了这么久，这一块是让人感觉最温馨、最干净的一块地方了。嗯，是的，这是生菜，就我说包肉的。嗯，包肉生菜。然后就是国外一般用它来做沙拉。沙拉，用它来做沙拉的比较多，但是咱们那个中国是比较愿意用它来就是卷烤肉，用它包肉。走吧。这是油麦菜，油麦菜。啊，这是。油麦菜、香菜、油麦菜、香菜。这边是啥？韭菜啊？韭菜现在老了吧？不老。还不老哈？是第1茬吗？第2茬，再嘎就第2茬。啊，再嘎第2茬。这是葡萄，你看这葡萄长得真密呀。这山葡萄。山葡萄啊，就酸酸的那个，做葡萄酒那个，是不是？一串串的，真好。山葡萄，一般是拿它做葡萄酒。韭菜、香菜、油麦菜。香菜里面掺了一颗辣椒秧，这儿的。他这块的人就是比较勤劳，就是有一块土地就能种点东西。有块地方就能种点菜，种点菜就不用买了呀。这不就相当于变相的挣钱了吗？我也喝口水。你喝水就喝水，你把我儿子宝剑带出来干嘛？你喝水就喝水，你偷人家剑干嘛？这个剑应该是放在书包里。回家被我儿子发现宝剑丢了。
啊，这个院里有狗。你看这是自己垫的，这是往前挤，才能回上回去。这个离咱车越来越远。没关系，要是远的话，以后坐公交车回去。那一块儿咱停车那地儿它不通公交车，太偏了。这一片儿估计都根本就没有车。这一片儿原住的这个居民啊，真是太盼望赶快动迁了，因为他们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生活，他们也很无奈了。能一直坚持的，应该就是家里条件不太好，所以一直住在这儿，就只能指望着政府来动迁。对呀，啊，好多鸟。哎，这块味道确实是有点。这条胡同我们没有走过。呀，这一只大狗看。哇，好大一口，没拴绳。会不会好多狗后面好几啊？不咬人吧？主人说，我也不太清楚。好多只，还有鸡。这股道有点能过吗？这个瞅着有点那啥。那过不去。过不去。那边是死胡同啊。对。对。养的散养鸡，人这才是散养鸡。对呀，散养溜达鸡。嗯。看小狗，全是黑色的。嗯，那两个应该是他的孩子。这狗可真胖啊！你天天吃好吃的。那里面还一只呢，那还一只小狗。嗯。我的妈呀！干啥来着？窗户呢？擦窗户呢？啊。这只大狗吃的那毛发都锃亮。吃的好。还有这一盘，一帮溜达鸡儿和小鸭子。刚才那狗我不敢靠近，现在这个鸡和鸭，咱可以离它们近一点。就是在中国说溜达鸡是比较好的意思，比较绿色的，因为现在那个养的小鸡小鸭呀都是圈在笼子里的，然后像只有农村才能有这种就是地方啊条件才可以养散养鸡，散养鸡是比较健康嘛而且价格比较贵哦。对，小鸡儿和它下的蛋都是比较贵的，而且你没发现它们吃的多健康？吃那个从市场捡回来的菜叶子，不是喂饲料的。这是主人给他们捡的菜叶子，从市场里捡的菜叶子，就真是。我在网上看视频，有一些鸡，它从生到死都没有离开那养殖场，然后它那个区域，特别小，连让它转身的空间都没有。跟那些鸡相比，这些鸡还是比较幸运的哈。看它天天就在这附近可以随便走。这边还有鸭子呢，白色的鸭子。这是鹅啊，这个是鹅啊。那边是鸭。那边是。这是鹅还没长大呢。没有长大的鹅。到晚上，他们就回到那个窝里去睡觉了。每天晚上，主人让他们回去的时候都会说：“1只20报数。”怕丢1只2只是吧？哎，那边有乌鸡，那个应该是乌鸡，你看到了吗？白色的是乌鸡，白色的是乌鸡，它那个皮都是黑的啊。来车了，那边有羊出来了。也羊出来了。哎，羊一出来，你有没有立马闻到涮羊肉的味道？你总是对吃感兴趣啊。而且它是山羊，有那小胡子的。对。过去看看吧。走吧。
然后有一个市民打车回家。这天很少有打车过来。我们又回来了，看看山羊。这山羊也是您家养的？那边那个鸡鸭也是啊？都是。哎呀，真好。这吃的多健康啊，全是那些绿色的菜叶子。嗯。这是山羊有奶呀。它下崽子了。下崽子了，你看我这瞅着像。它下了没下来？啊，还没下呢。那你们一般养这个羊是应该不只是卖奶，只是卖啊？咱这卖肉卖羊卖羔羊啊，还羔羊，就它下崽子之后卖。哎，我旁边坐一只鸡，它都不看人了呀。等等，再吃这边了。回来了，回来了，过来。你最多能下几个呢？这一窝最多能下几个？那以前呢，就没来的羊，反正那喂羊，我喂羊时候都下5个。啊，都下过5个。也有下1个的时候吗？就最多能下5只崽。这只羊是怀孕了，还没有生呢，快生崽了。啊，它快生崽了。羊得怀孕几个月能生崽？6个月。那俩是公羊吗？公羊。那俩是公羊，这是母羊。6个月能下1窝。往后转个别风吹。这山羊应该也会上学。这一块挺热闹的啊。我没见过，没见过。我寻思家这羊你家保回家，卖回家，卖回去了，他说。然后这一块我觉得给力。哎呀，那谁让我走啊？干嘛？我要去也没去呀。你说母羊就比公羊长得快，是不是啊？壮的。它要下崽，所以它有奶，所以有奶。生完了小崽就可以喂孩子了，但喂不了几天，然后就会孩子就被人卖了，他卖那个小羊崽。这应该是一个厂子，你看上面都拉着电网。啊，高压危险，请勿靠近。哎，看人那2只小黑狗都跑这儿来了，刚才在山羊那个位置，都跑这儿来玩来了，看人多自由啊！地盘比较大，随便溜达。这儿的小狗幸福是幸福，就是一辈子也不剃回毛，太脏了是吧？就那毛也都打结了在身上。你看那只小黄狗，都打结了。
夏天够可热的。那还好啊，这是出生在东北了，要是南方，热死他。对，东北热不了几天。哎，看这面这个尤尼克斯，它这是仓库吧？他们仓库，对，应该是仓库。而这面还画的壁画呢，墙画，跟运动有关系的也是。哎，也是尤尼克斯，它是一家，应该是。这是打羽毛球呢，有可能。尤尼克斯，看你这个大品牌，连厂房都给你弄得这么好看。前面已经能看到仓满了，还有货车。就是生活设施会更完善一些，这块，因为有啊，我前面看到那个楼应该是单上居那个楼盘，这么说的话，已经从这个城中村接近市区了。看，因为车里都有人躺着睡觉。它这个环境其实挺好，对呀，有鸟叫，然后在树底下，又有一个旱厕。那棵是一棵樱桃树，我们小时候吃的最早的一个水果就是樱桃了，因为它结的也是比较早。我看看它这个有没有。结了，但是很小。看，这就是樱桃，但是它这个死了，你看一碰就掉了。它这棵树应该是有点毛病了，有点病啊。我看了有一个果，那个绿色的。它这个果没结多少，正常的话，这个时候应该果应该挺大的，就是有点红了已经，就酸酸甜甜的。以前小的时候就是园子里家家都有这个樱桃树，然后最甜的就是长在那个树尖最高的地方啊，树尖的地方就是红红的一小粒一小粒的，然后还有人摘了它泡白酒。据说它那个泡完白酒之后功效非常神奇，又能治冻伤啊，治咳嗽啊，呼吸道的一些疾病，但也不知道真假。但是农村人那时候都这么说，然后家家吃不了就泡酒。哎，看那块有一只小猫，看人。能拍到吗？能。上那睡觉晒痒痒，小猫最愿意晒痒痒。有只小狗。后面来车了，快点边。你家这种的是啥呀？哪个？这颗，这个是这么大，这个。西瓜。啊，西瓜呀。靠近西瓜呀。啊，没见过西瓜呀。那长这儿那个西瓜能长下吗？大了再移盆呗。不移了。不移盆了啊。红仙草。这个养的。哎呀。香菜。这是葡萄，这是葡萄。哎，我认识的还挺多的。葡萄。这是个快递站点。这车的颜色是多复古！这车的颜色多复古！这扔在100万个车的停车场里也丢不了，这颜色一眼就捞出来了。啊，现在已经能看到水泥道了。这是个月季花呢。你看人这家种的就很干净啊。他给整个小栅栏。对。
看月季花这朵，是不是月季？我也不太认识啊。是，应该就是。看这花骨朵，花骨朵，这一个插上好多花骨朵，多好。我也喜欢种个花花草草的，看这花骨朵，这花骨朵有点像玫瑰花的花骨朵。那这边花开的多，它这棵还有那个花香味儿呢。真香，真香，可香了，好香。这家的主人也是一个比较爱生活的，他应该就是月季，因为月季我记得说树杈上有那个小刺儿，这一排排的小刺儿。这棵花应该是也长了好几年了，好多年了。闻闻，我能闻的，我能闻到。去闻一闻。像那个香水的味道。挺大一棵花。人家就是你都能感觉到他家就不一样。你看人家弄的这院子干干净净。是啊，人家开饭店的呀，肯定是装的比较干净。它里面那门啊、窗啊都挺复古的，挺干净的那种。你看就很干净。那门口，你看人门口收拾的，那门口。那码的东西，那些那个废木材都板板正正的。这一看，真的就是这家主人就挺干净。你站在这儿，我到时候给你拍个照，做这个封面吧。站在这儿，在这儿吗？还是在这门口？在这儿行，这里。好，可以了。来啊，可以伸手介绍一下。这家的主人。1、2、3，这家的主人一定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就他的院子里啊，都弄得特别整齐。这个捡的这个废料，你看都码得整整齐齐的。然后院子里特别干净，一点垃圾都没有。特别是门口种的这棵月季花，他给月季花做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围栏，然后院子里的门和窗都挺干净的。可以了。我能摆活，能摆活。你可真是一个当主播的天才。骑士马家，我刷到过他。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肉串什么挺出名的？就是做骑士马家烤肉的。每次都是在网上刷到他家，没想到这次我们无意中找到了这里。是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60几买100块钱券那个，然后天天刷的那家，应该是这儿，我觉得有可能。但他这个地方选的挺好，这有个体育馆，你看见没？他能好多人，可能运动完了之后。他这地方开在这儿比较偏，价格便宜。但是他这个位置挺有特色呀，在一个厂房。要吃吗？还是离开这里？现在不想吃。行了，那今天城中村的这种视频也播放完毕了。那我们跟大家说拜拜啦，拜拜。